你听说过罚款之国新加坡吗？这里随手丢个垃圾要罚1000新币，吐一口痰可能赔上2000新币，卖个口香糖甚至会上刑事法庭。新加坡的罚款制度到底有多狠？如此严苛，难道只是为了让政府疯狂捞钱？又是什么样的逻辑让这里从罚款最凶的地方变成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样高额的罚款听起来对违法者毫无宽容，但你知道吗？正是罚款加劳改的组合拳，造就了新加坡独特的秩序神话。比如一位88岁的老爷爷因连续24次把垃圾丢到邻居空调上，被罚3000新币，是不是太狠了？其实别只盯着罚款本身，这套制度背后蕴藏着令人拍案叫绝的治理逻辑。接下来我们将带你揭开罚款之国的面纱，看看新加坡的罚款制度到底是不是政府的捞钱机器，又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公平而文明。特别是视频的最后，我们还会告诉你罚款加劳改真正的意义。看到最后，你会发现那座夜不闭户的城市究竟依靠什么创造了这个世界级的安全奇迹？第一章，新加坡真的罚款太狠了吗？讨厌的陌生人在你家空调外丢垃圾24次，最后被罚款3000新币，你会觉得合适吗？在新加坡，这招看似过于严苛的制度，其实并不能简单的用冷血来形容，它确实够狠，随地吐痰要罚1000新币，乱丢垃圾最高可达2000新币加劳改。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确实不敢尝试，但罚款狠的背后并没有我们想的冷血。新加坡的罚款制度讲究宽严相济，一些初次违规的人，比如第一次超速驾驶，可能会被执法者提醒，甚至直接豁免罚款。如果家里蚊虫滋生，环保局通常会先提出整改建议，问题得不到解决才会进一步处罚。而在处罚上出错的情况，比如某些管理员乱开罚单，不仅罚款无效，管理员本人甚至可能面临坐牢。这种操作你觉得还冷血吗？新加坡的规则严格，却是透明公正且富有人情味的。这套宽严并济的制度设计，不仅让民众明白违法的代价，还让大家体会到规则背后的公平性，最终对规则更多了一份尊重与信任。第二章，新加坡政府靠罚款赚钱吗？很多人一看到这些高额罚款，就忍不住猜测新加坡政府是不是靠罚款发家致富这个问题，直接看实际数据就知道了。在2019年，新加坡一年罚款和没收收入的总额约为3.26亿新币，这笔钱听起来不少，但它占政府总体财政收入的比例仅为0.3%。简单来说，新加坡消费税每提升1个百分点，政府就能轻松增收远超这笔罚款收入，可见罚款在财政收入中根本算不上大头。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罚款收入有严格规定的制度化用途，它直接进入政府的统一基金 Consolidated Fund， 这些罚款最终转化为各种社会福利津贴返还给人们。比如2023年，新加坡政府通过补助发放金额高达100亿新币，这些罚款不是某些人或部门的私人收入，而是用于帮助更多民众和改善生活。罚款制度像是一套行为管理工具，换句话说，这不是政府的敛财机器，而是用来降低违法成本、维护公共秩序的杠杆。新加坡政府的重点并不在于罚掉多少钱，而是通过罚款塑造一个对规则心怀敬畏的社会。第三章，罚款加劳改的治理秘诀。在新加坡，罚的目标从来就不是罚款，而是用最小代价换取最稳定的公共秩序。为此，新加坡不仅高额罚款，还设计了独特的劳改机制，两者结合正是行为塑造的关键。高额罚款提供了巨大的威慑，随地吐痰一次就罚1000新币，这样的金额让违法者瞬间失去侥幸心理，传递的信号是违法代价极高，用钱包去衡量行为，比任何说教都管用。此外，新加坡还采取羞耻惩罚，让屡次犯错者牢记教训。比如垃圾虫制度，累犯者不仅缴纳罚款，还必须穿着我是垃圾虫的外衣在公共场所劳动，过程经常引起路人注视，一旦经历过，几乎无人愿意再犯。罚款和劳改结合，不仅遏制冲动，还深层次塑造了行为习惯，效果显而易见。新加坡的通勤环境井然有序，街头几乎没有垃圾，违规行为累犯率逐年下降。数据表明，这制度通过规则和羞耻感的建立，重塑了每个人的习惯。第四章，全球最安全国家的秘诀。新加坡被多次评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不仅是严格处罚的结果，更是社会体系透明高效的体现。公共环境世界领先，街道干净，地铁整洁，几乎看不到随意丢弃的垃圾。这种秩序直接转化为经济优势。作为东南亚金融中心，新加坡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和高端会议，外资信任这里的安全与秩序。政府的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特别耀眼。数据显示，新加坡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抢劫和暴力案件发案率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夜不闭户并非神话，而是切实感受到的生活日常。捷运站里经常能见到孩子独自上下学，老人夜晚散步，安全感几乎成为新加坡社会文明的典型象征。在这样的治安环境下，
新加坡从罚款之城走向了国际的安全榜单。新加坡的全球文明指数目前排名第8，多项数据证明了其治理成效。这套透明严谨的治理逻辑，使新加坡从规则驱动升级为文明盈余。关键不在于罚款多少，而是通过透明规则、公正执行和长期教育，培养了公民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意识，将秩序深深融入生活方式。看到这里，你对新加坡式罚款的认知有没有改变？是觉得太过苛刻，还是觉得这样的制度让这个城市更加宜居？你同意罚款加劳改等于文明的这一套逻辑吗？如果你亲身经历过新加坡的罚款制度，或者有不同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一键3连，订阅频道和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和新加坡相关的有趣话题。我们下期见。